Hello，各位朋友，贷款买房这件咱们普通人奋斗一辈子的终极大事，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精心包装过的世纪大骗局？咱们先从那个红本本说起，那套我们梦寐以求的房子，说是70年产权，可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钢筋水泥的建筑，就像一个过早衰老的青年，不到30年光景，就已经显露出疲态，墙皮脱落，管道老化。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高层住宅，那简直就是一个华丽的牢笼。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公摊面积，就像一个神秘的黑洞，悄无声息地吞噬着你的血汗钱。你为它付了钱，却从未真正拥有过它。还有那笔每个月雷打不动要交的物业费，本该是为你服务的管家，现在却常常让你觉得自己反倒像是欠了他们钱的仆人，他们究竟在为谁服务？这成了一个谜。更别提那些所谓的公共区域收益，比如电梯里的广告费，跟你有1毛钱关系吗？没有。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一点，你知道资本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像收割麦子一样精准的收割咱们普通人的吗？我给你们描绘一个场景，一个你我身边可能随时都在发生的真实故事。想象一下，一对年轻夫妻，2个人勤勤恳恳，每天挤着地铁，在写字楼里燃烧着青春。俩人加起来1个月能挣个2万块，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有滋有味，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他们东拼西凑，掏空了父母的积蓄，又跟亲戚朋友借了一圈，终于凑够了100万。付了首付，做了简单的装修，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虽然背上了30年，每个月12000块的房贷，但他们觉得为了这个家，一切都值了。可生活这出戏从来不按剧本演。突然有一天，公司裁员的寒风吹来，丈夫失业了，就像一棵大树被拦腰斩断，祸不单行。妻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现怀上了宝宝。孕期的反应让他也无法继续工作，整个家庭的收入瞬间归零，从前的小资生活一下子跌入了谷底，全家只能靠喝粥度日。一个人失业，一个人无法工作，房贷的压力像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他们想把房子卖掉，回笼一些资金，却发现市场冷得像冰窖，房子根本卖不出去。最终房贷断供，银行那张冰冷的通知单就像一纸判决书，房子被法拍，首付和装修的100万血本无归，还倒欠了银行一大笔钱。你看看，他们明明什么出格的事都没干，只是2个人暂时失去了工作，一个家就这么被彻底掏空了。从一个拥有100万资产的中产家庭，瞬间变成了负债累累的赤贫阶层。他们的人生除了打工还债，再也不敢有任何别的想法，不敢生病，不敢消费，甚至连孩子都不敢要了。这套价值数百万的房子，哪里是什么资产？它分明就是一把锋利的镰刀，是金融资本收割的完美工具。咱们再换个角度想，假如你手里有100万现金，不去碰房子，你的生活会是什么样？是不是基本上可以实现财富半自由了？每天吃吃喝喝，旅游，不用为生计发愁，那得多潇洒。可房地产这个巨大的磁场一出现，一切都变了。一套300万的房子，你把100万投进去当首付，再加上未来30年要还给银行的利息，你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凭空多出来200万的负债。通过房地产这个媒介，一个本来富足的中产，就这样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个负债200万的穷人。你可能会说，我有一套价值300万的房子啊。可问题是，当你急需用钱的时候，这套房子真的能立刻变现成300万现金吗？恐怕很难。我们寒窗苦读20载，最后却要用30年的光阴去偿还一套房子的贷款，一辈子忙忙碌碌，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只为了赚钱。等有一天猛然回首，才发现自己已经两鬓斑白，人生过半。多少家庭掏空了祖孙3代的钱包，就为了这么一套钢筋水泥的混合物。
我们不妨来算一笔账。这笔账算清楚了，你可能会惊出一身冷汗。买房，你先付30%的首付，剩下的70%从银行贷款。你有没有想过，银行在这场游戏里到底扮演了一个多么精明的角色？对银行来说，房价跌了没关系，楼盘烂尾了没关系，开发商卷钱跑路了还是没关系，因为你的贷款必须一分不少的还给他。你要是敢不还，征信黑名单就是你的归宿，你会变成大家口中的老赖。这套空手套白狼的商业模式被开发商和银行玩的简直是炉火纯青。咱们来捋一捋这个逻辑链条。首先，银行的钱是谁的钱？是我们这些储户存进去的血汗钱，对吧？开发商要拿地盖房子，钱从哪儿来？从银行贷款。然后房子还没盖好，甚至还是一片荒地的时候，他就开始卖期房了。你把辛辛苦苦攒下的30%首付款交给了开发商，剩下的70%你又从银行贷款一次性付给开发商。开发商拿到这笔钱，立马就还给了银行。你看，你的首付款实际上成了开发商的建筑成本，你从银行贷的款就成了开发商的利润，而你未来几十年要支付的巨额利息就稳稳地落入了银行的口袋。你发现没有，在整个买房的过程中，银行从头到尾没掏一分钱，开发商也没掏一分钱，只有你掏空了3代人的积蓄，然后心甘情愿地背上了长达30年的沉重枷锁。所以你看，现在那么多人省吃俭用，拼命工作，不敢辞职，不敢消费，就是为了供养一套房子。而且这套房子你还不一定能顺顺利利地住进去。看看现在新闻里那些烂尾楼的报道，你就全明白了。就算你运气好，最后顺利入住了，等待你的还有30年的物业费。在整个房地产的链条上，几乎所有的环节都可以违约，并且不用承担什么实质性的责任。唯独购房者，你不能违 PRE， 你没有任何退路，甚至连申请个人破产来保护自己的资格都没有。这个游戏规则就好像是为我们这些普通人量身定做的一样。所以说，贷款买房，你实际上是给自己买了一套，也给银行买了一套。贷款100万，最后连本带利要还200多万，这就是这个游戏赤裸裸的真相。你以为你在积累财富，实际上你是在为别人的财富大厦添砖加瓦。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世界需要穷人，有钱人最大的资产就是穷人本身，所以总有人希望你一直穷下去。90%的普通人辛辛苦苦的为资本家打工，好不容易攒下了一点点积蓄，他们就设计出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房贷、车贷、消费贷、装修贷，像一张张无形的大网，把你未来几十年的收入都提前预支和锁定。当你通过贷款买到车子和房子，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晋升为人生赢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可能正一步步走进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从今往后，你只能每天像上了发条的闹钟，早出晚归，披星戴月，忙到停不下来。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去学习，去提升自己。你的余生都只能为了糊口而奔波。一旦停下来，整个家庭就会陷入危机，永无翻身之日。这个局可以说是千古第一阳谋，它就摆在明面上，但你却很难跳出去。我们能做的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认知，才不会被轻易收割。当一个人的认知不足以驾驭他所拥有的财富时，这个社会就有10000种方法来收割他，直到他的财富和他的认知水平相匹配为止。你所赚到的每一分钱都是对你认知能力的补偿。而现在，一个更严峻、更让人揪心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中国的男人快要养不起家了。这绝对不是我在这里危言耸听。经济学里有个概念叫做劳动供养率，说白了就是衡量一个人上班能养活家里几口人。你猜咱们中国的这个数字是多少？
是触目惊心的1.1。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中国人工作，仅仅能养活他自己。如果家里再多一个没有收入的成员，比如全职太太或者孩子，整个家庭的经济就会立刻拉响警报，陷入危机，更别提生2胎、3胎了。而在美国，这个数字是 4.8， 一个男人工作可以养活妻子和3个孩子。在德国、法国、英国这些欧洲国家，这个数字甚至高达 6.8， 就连我们的邻居日本和韩国也还有 3.8。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国家，家庭主妇依然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个家庭养育好几个孩子也很常见。但在我们这里，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可能比一个成年人维持生存的成本还要高得多。可笑的是，在互联网上，一个男人要是没给妻子买一条几百块的裙子，就可能被无数网友口诛笔伐，说他不仅抠门，还没本事，甚至会出现没钱就别结婚这种论调。然而现实是什么？现实是绝大多数中国男人的月收入还不到5000块，连个睡得起征点都还没达到。中金公司之前做过一个调查，中国14亿人里，月收入超过2万的只有区70万人，99%的人都只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应付柴米油盐，还要用在孩子的教育上，还完车贷还房贷，真的是所剩无几。这个时候，万一家里有人生个病，那真是天塌下来了，一点积蓄都攒不下来，甚至还要四处借钱看病。更糟糕的是，现在的经济大环境更是雪上加霜，那些曾经光鲜亮丽的互联网大厂，如今也纷纷举起了裁员的屠刀。一纸冰冷的通知就能让成千上万的人瞬间失业。光是2024年，阿里巴巴就裁掉了 2.5 万人，平均每天都有68个人黯然离职。就在上个月，奔驰中国也传出了裁员 15% 的消息。当裁员的浪潮席卷而来时，就算你侥幸留在了公司，也可能面临降薪、停发奖金的困境。就连过去被认为是失业后铁三角的外卖、快递、网约车，现在的收入也在急剧下滑。市场早已趋于饱和，很多失业的中年男人想去送外卖，可能都没人要。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他们假装去上班，白天就挤在咖啡馆里。可现在，连咖啡馆都开始驱赶这些只点一杯咖啡做一天的人了。很快，他们将无处可去。所以说，中国的男人已经养不起家了。这真的不是一句玩笑话。有人可能会说，我们今天的收入比父母那辈高多了，他们那个年代，全家收入可能就几百块，不也养活了4、5个孩子吗？但是朋友们，我们别忘了，现在养育孩子的成本跟过去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2024年的中国生育报告显示，在中国家庭把一个孩子养到17岁，平均成本是 53.8 万元，是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倍以上。而这些开销绝大部分都是由男人来承担的。即便现在一个男人的消费水平已经低到连家里的宠物狗都不如了，但也架不住很多女性被资本洗脑和捧杀。资本家们把除了清明节之外的每一个节日都成功的打造成了购物节，不仅是情人节、七夕节，就连所谓的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冬天的第一根烤肠，都成了检验爱情的标准。如果你不做，你就是不够爱他。所以，虽然男性的平均收入略高于女性，但女性的消费水平却远远高于男性。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并不是女性有多么败家，而是资本在背后不停的宣传和教唆。几乎所有的声音，从电视剧到网络小说，都在教育男性要如何爱老婆、疼老婆，要为家庭无怨无悔的付出，既要会赚钱养家，又要会洗衣做饭，还得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应该怎样去心疼一个男人。大多数中国男人收到的第一束花，可能就是在自己的葬礼上。最后我想说，在这个时代，
在中国，想要实现财富的增长，甚至只是想保住自己的劳动果实，就必须做好个人的财务规划。更重要的是，要看清时代的趋势，提升自己的认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场精心设计的游戏中不被轻易的收割。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